小女鬼头戴梨花杏木簪子，身穿素色葡萄裙子，手持落雁紫霞灯笼，扶了扶身。多谢韩光君相助。蓝忘机微微颔首。久闻韩光君侠肝义胆，逢乱必出，从来不搞种族歧视，无论是人是鬼，皆能帮则帮。小女今日也算见识到了，必将不辜负韩光君一番好意，了却生前所念，与红尘往事一刀两断。蓝忘机信手翻琴，准备弹奏安息。慢，在此之前，小女还有一事相求。蓝忘机抬眸，只见小女鬼把灯笼搁在地上，双手交叠于胸口处一握，一点豆大的乳白色光团被她捧在了掌心，格外小心翼翼，恍如看护珍宝。不日前，小女邂逅一残魂，此魂因某些缘故无法投胎转世，不知韩光君愿不愿相助一二。从他的动作来看，竟是将那魂魄藏于元神之中，以自身残余的力量滋养，保其不失损消散。蓝忘机道：何人魂魄？这个……小女鬼想了想，决定还是不要实话实说的好。毕竟韩光君也是仙门世家中人，和这残魂的主人指不定有什么瓜葛。是我的一个熟人，我也不知道姓名，但他对我很重要，曾经救过我的命，还请韩光君施以援手。蓝忘机伸出一指，在那安静乖巧的光团上探了探，皱起了眉。这残魂残得真够厉害的，像是从原本完整的魂魄上生生剥下了一片，连神识都不一定还在，问灵也不一定能作答。按理说如此枯槁，大罗神仙也难救。蓝忘机略略思索，还是将双手置于琴上，对着那点光团弹奏起来。姓名、年龄、何方人士、因何而死。果然，因为太过残缺，完全得不到回应。蓝忘机请来的灵不能说谎，这残魂不是虚弱的无法作答，就是连自己姓甚名谁都记不得了。小女鬼在一旁紧张又好奇地观望着，见蓝忘机停了拨弦的手，便道：如何？他说什么了？此魂残破，无法作答。小女鬼一愣，可是先前我将他养在元神中，他分明是可以答上几句的。你都问了什么？我问他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还好吗？你需不需要帮助？蓝忘机沉吟半晌，指尖微动，谈道：因何在此？那残魂终于答话了：兼有要事，可安否？不安。须住否？残魂顿了一顿，紧接着琴音似洪水泻滴一般炸了开来，叮叮咚咚，滔滔不绝。需要，非常需要，请救救我！我的魂魄被人用锁灵大阵给困住了，困了好多年，一直逃不出去。他们似乎想对我做什么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，但又拿我的魂魄没办法，只能锁着我。我费尽全力才分出这一丝残魂，逃往外界求助，还望哪位好心人能发慈悲，帮帮这个可怜的我，此恩来世必报。原来这才是与之对话的关键。蓝忘机大概还未见过如此冗长繁琐的回答，待对方终于唠叨完，右手压在琴弦上，止住了琴弦的站立。想来残魂只能保存有限的神识，魂魄主人便舍弃记忆，仅将前因后果附了上去，鲁莽却也高明。蓝忘机继续谈道：魂魄居于何处？不知。受居于何人？不知。如何相助？不知。蓝忘机忍无可忍，向小女鬼问道：可还有此人其他信息？小女鬼冥思苦想：我先前在彭城一带作祟，正巧遇见他在路旁奄奄一息，识出他的身份后，便收在元神之中，一路南下，希望能找到帮助他的人。蓝忘机道：为何南下而不是北上？小女鬼迟疑：我听说北上有他的仇人。蓝忘机了然，从乾坤袋中取出一只锁灵囊，递到小女鬼跟前。若你信我，可委之。小女鬼盯了那锁灵囊一阵，抬眼瞧瞧蓝忘机，惨白的小脸上写满了犹豫，却还是点了点头。她执念已了，仅一息尚存，已不足以护这魂魄周全。况且她一介小野鬼，就算有心也做不了什么。小女鬼的视线落在蓝忘机身旁的七弦古琴上，一曲安息早已等候多时。
临行前，他又将那一缕残魂拢在指缝间，看了又看，似是有些不舍。他道：“公子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呀。”蓝忘机带着装有残魂的锁灵囊向北而去。彭城此地位于蓝家与金家的边界，往南是姑苏，往北便是兰陵。小女鬼虽然聪明伶俐，毕竟年纪尚小，许多事情思虑不全。既然北上有着魂魄之主的仇人，那么囚禁其魂魄者很可能是他的仇家，正是在北方。而残魂虚弱，凭借自己的力量逃出一段距离已是极限。小女鬼也说了，发现他时奄奄一息，说明囚禁魂魄处离彭城不会太远。既要北上，又进彭城，想来想去，也只有兰陵了。蓝忘机再三考虑那段话中透露出的讯息，锁灵大阵为仙门世家所有，且区别于锁灵囊、锁灵器等。此阵刁钻毒辣，专治厉鬼邪神，使其生魂受限于施术者的控制，哪怕早已失去求存欲，也魂不得飞，魄不得散，日日夜夜，比之生不如死，更加生不如死。而据此魂所言，他被锁住多年，对方却依然拿他毫无办法，甚至还成功分出一丝残魂求救，可见此人非比寻常，不容小觑。那么其一，此人生前或是个修士；其二，似为金家人所困；其三，这是一起不胜其烦的仙门纠纷。蓝忘机向来对仙家修士间的尔虞我诈厌恶至极，让他去和那些人打交道，还不如让他去大街上弹琴卖艺。只是不管为何，囚居魂魄都有违人伦常理。生前再如何血海深仇，死后亦不放过，下这种永世不得超生的诅咒，实在恶毒。既然事情落在他手里，就没有置之不顾的道理。逢乱必出寒光军，这个乱字从来没有大小之分，也无优劣之分，更无难易之分。蓝忘机来到彭城附近，进行了第二次问灵。彭城是个清江环绕、好风如水的地方，此地离兰陵很近，残魂的神识与记忆说不定能恢复些许。蓝忘机一路上除了几个小邪祟，又在姑苏特色餐馆用完午膳后，复勤至城外20里处。见山清水秀，灵气充沛，便置琴于一块紧挨着泉眼的松黑巨石上，将锁灵囊放在琴的一侧，铮铮弹道：“可安否？”残魂答：“还行还行，比之前好多了。”他拨弦的力度确实大了些，神识也更加清晰。蓝忘机问：“可有想起什么？”的确想起了一些事，但都无关紧要。何事？你真的要听？哎呀，我好像控制不住自己，非答不可。好吧，那我说了，我想起我以前来过这里，我是指生前，这里的酒很好喝。非戏耍游玩之事，可想起魂魄囚居所在？残魂老老实实道：“没有。”蓝忘机沉默。残魂有些慌张，忙补救似的道：“但是我可以肯定，离此地不足300里。要说300里以内有仙门世家助阵的地方，果然还是兰陵。”蓝忘机又把姓名、年龄、何方人士、因何而死问了一遍，残魂统统答不上来。美酒香劳铭记于心，个人信息却一概不知。我知道我是男的。我亦知。你如何知道？先前另有称你为公子。有？你是说那个小姑娘？哦，我又想起来了，之前在这里就是她救的我。他人呢？生愿了却，已入轮回。啊，这样啊，我还没跟他说谢谢呢。山泉从他们脚下溜过，沐浴着青石白石，引台花草路无数。残魂难得安静了下来，任那泉声决绝。虽然静没2下，又道：“哎，当时我刚逃出来不久，累倒在路边，以为自己要死了。那姑娘二话没说就把我救了，还让我住在她元神里。明明自己都没剩多少力量了，还一个劲儿护着我。此恩此德，无以为报。”本是一句再正常不过的感慨，蓝忘机却鬼使神差地谈道：“他说你也曾救过他。”是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魂魄残缺，记忆受损，当然不记得。时已近黄昏，鸟鸣从远方传来。蓝忘机看了看天色，准备收琴而返，末了好心问了一句：“有无他事？”残魂道：“倒还真有一事。”他拨弦的速度竟有些拖沓起来。能
帮我买2壶酒吗？我知道我喝不了。那个不是我要喝，是小姑娘，我想敬她一杯，送她一程，谢她救命之恩，有缘九泉之下再相聚。蓝忘机细细听着那琴音，虽七零八乱，奏不成曲，只觉山亦褪了色，水亦收了声。鸟语花香皆离他远去，世间只他和那弹琴者2人。2日后，兰陵城下，风斜杨柳，蓝忘机再次拨响了问铃。五指微微收拢，踏水惊波的一斧，弦音似零零雨声。可安否？残魂迫不及待道：安，你总算理我了，我都快闷死了。可有想起什么？残魂得意：有，这回我可想起了不得了的事情。他将后半句的每个音都拉得老长，有心要卖个关子。蓝忘机无意买他的关子，残魂只好道：我想起我被关在哪了，金陵台，我的魂魄在金陵台，是金家人抓的我，这帮王八羔子。蓝忘机双手离琴，颇有些无语。原以为他能提供什么有用线索，没想到却是这句他800年前就已经推理出来的这句。我们什么时候去兰陵啊？被请的王陵反问弹奏者，真乃千古奇观。蓝忘机道：你已在兰陵啊？兰陵城外。残魂不信：这不该啊，有这么巧的事？你怎么知道要来兰陵？难道你是金家人？蓝忘机还未作答，残魂又自顾自道：不对，你古板沉闷，寡言少语，更符合姑苏兰氏的风格。你是兰家人吗？我好像也认识兰家人的。蓝忘机静静弹道：问铃一曲，仅姑苏兰氏得席。残魂恍然大悟：哦，对，是我蠢，我把这茬给忘了。不过在我印象里，兰家好像很少管其他仙门的闲事，你对我倒是很热情。我以前肯定也去过姑苏，对那里有点印象，东西好吃，酒似乎也不错。说起来，你上次买酒了没？你既知我属姑苏兰氏，当知家规敬酒。这么说，你没买？残魂似在大喊大叫，琴弦夸张地抖动起来。你太让我伤心了，亏我盼了整整2天。蓝忘机不想再和他废话，开始例行查户口，姓名、年龄、何方人士皆是不知。然问到因何而死时，残魂却突然沉默了。你想起来了？残魂漫不经心道：算是吧。为何不答？不想答，反正不是什么很好的死法。死法岂有好坏之分？死亡本就是最糟糕的结果。不过他既如此说了，定然不堪回首，当是惨死。何人杀你？这个嘛，没人杀我，是我自己失足摔。哎，你们家的问铃怎地如此霸道，连句谎话都不让说？怪只能怪蓝忘机修为太高，压制性太强。一旦王陵想要开口扯谎，便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阻止他继续谈下去。蓝忘机不再纠缠，凝思片刻，又道：为何会被金氏所求？说来话长，金家想要驾驭我的魂魄，让我替他们做事，不过他们想的也太美了，我岂是他们那点能耐就控制得了的？残魂不以为然，怎料蓝忘机闻言却目光一凝，停在弦上的手指都蜷了起来，气场略有波动。残魂吓了一跳：你怎么了？他虽看不见蓝忘机的动作，却能感受到一丝寒意与怒意在周遭肆扰。蓝忘机道：此举甚邪。不由得他不担忧。兰陵金氏的现任家主敛方尊金光瑶与他兄长蓝曦臣极其交好，早已结拜为兄弟。而锁灵大阵这种事，若说金光瑶一无所知，实在难以令人信服。究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还是他亲手而为？求魂纵魄岂是正道？与他们自己曾经带头抵御的邪魔外道又有何区别？蓝忘机不知想起了什么，眼底浮现一丝痛色。残魂道：说的没错，邪，甚邪，丧心病狂，罔顾人伦。风风火火骂了一顿，又道：好在有你帮忙，我马上就能解脱了。蓝忘机的思绪慢慢回到琴上，垂眸不语，许久才重新拨弦。而后你待如何？你是指逃走以后？他轻快地谈道：我还没想好呢。说起来，我自打死后就被他们关着，哪都没有去过。生前听说做了鬼就可以上天入地，见缝就钻，无孔不入。等我先过把瘾，爽够了，
再考虑别的。没准回家看看，虽然我还没想起来我家在哪，也没准就去投胎转世。不复仇？这位蓝大人，我要是行凶作祟，你会放过我吗？不会。这不就结了？我好不容易逃出升天，干嘛还嫌命长？至于金家那帮杂鱼，只要别再来惹我，我大人有大量，不和他们计较。错在他们。是，我知。其实也不是不想扮个凶相去吓唬吓唬他们，但除了平添麻烦以外，好像也没什么好处。倒不如让他们发现我逃脱后，日日担惊受怕，自己吓唬自己。哈，这叫兵不血刃。最后一次与残魂问灵是在金陵台下牡丹海旁夜风与暗香之中。蓝忘机遥望着一处无人把守漆黑的别院，残魂的主魄就关在那里，等钱进去破坏锁灵的阵法，他就可以自由了。兰陵城内千变万化，夜夜笙歌，唯此处灯火轻柔，虫鸣唏嘘。锵锵两声，目光一垂，只见望击琴上的琴弦波动起来，组成几个音。其实我还挺舍不得你的。半晌又道，我已经很久没和人说话了，也很久没人愿意理我。蓝忘机明白，他又想起了许多。此处离他的主魂不能再近，估计记忆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。蓝忘机谈道，阴阳殊途，亡者自与生者相隔。哎，那不一样，算了算了，不提了。对了，那个啥，你不问我了吗？何事？姓名、年龄、何方人士，因何而死？蓝忘机淡淡一挑，无需再问。也是，反正都已经不重要了。那能不能允许我问你一个问题？何以？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我现在这个状态，眼不能观，耳不能闻，连你是男是女都不知道。你好歹把名字告诉我，我回头有空找你去。啊，不是那个找，我只很正常的找，就是朋友和朋友之间的找。你别看我这副样子，我是知恩图报的。沉默须臾，蓝忘机道，不必。什么叫不必？这太有必要了。我刚刚又想起来，其实我还蛮厉害的，会一些你们寻常仙门中人不会的小把戏。咱们交个朋友吧。虽然我已经死了，但我神识还在，交朋友只要神识就够了。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，以后没准哪天你就需要我。蓝忘机静静拨道，待魂魄归位，你不一定会留有这段记忆。残魂啊了一句，蓝忘机却没让他再有机会回答，他不容置疑地弹下两声，走吧。将琴收起，背在背上。这几日来弹的问灵曲，比他过去10余年弹的都多。他飞身跃上房梁，几个起落间翻进了别院。别院唯一的房间门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符篆，蓝忘机随手一扬，那些符篆便秋风扫落叶似的被剥下来，飞得到处都是。两扇大门旋即大开，一个鲜红的圆形法阵呈现在眼前，径1丈，文800余，这便是大名鼎鼎的锁灵大阵，由3种珍禽异兽的血绘成。数十只以灵力加持的竹具将阵法围在中央。除此之外，房间东南西北各角还布了一层层纵横交错的铁链。别说妖魔鬼怪，就算神仙也插翅难飞。蓝忘机向前迈了一步，他本可以用脚擦去那阵图，却抽出了碧尘，一剑挥在阵眼靠右些许的地方，将整个法阵劈成2半。刹那间，所有烛火尽数熄灭，囚笼变成明室，无光却灯影夜夜，无风却孤墙萧萧。一缕白色自那鲜红的阵眼冲起，猛然窜向空中。与此同时，蓝忘机怀中的锁灵囊光芒大作，将长夜映成白昼。残魂撕裂囊口，急不可耐地扑了出去，一闪没入浮动的虚空，神识复位，魂魄归一。那朵灵魂像怒放的归花，它在空中狂舞，时而上蹿下跳，时而横冲直撞，搅得天塌地陷，一是烂墙碎瓦纷飞。忽闻夜宵鸣声自天上来，它像一团焰火拔地而起，愉悦其间。忽见胡桃树梢果实累累，它又翩翩落下，在那黑黝黝的枝干盘旋。没人再能拦它，没人再敢拦它。它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，回任何想回的地方。他本是桀骜少年郎。蓝忘机持剑抚琴，披着月光露气，慢慢走到金陵台下。此时此夜甚好，明月当空，风轻云舒，
金星雪浪的花海在月色中是阵阵起伏的银摆。他选了一处干净的地方，单膝半跪，从乾坤袋里拿出2坛酒，轻轻拍开泥封，洒在地上。一敬王者，二敬故人。他在黑夜中静默了许久，待那酒水渗入泥土，空留9字，才慢慢站起来。他抚上胸口，那里有枚太阳的痕迹。多年来，他常常下意识如此，早已形成习惯。他转身离去，携着剑，负着琴，一步步不曾回头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